各位朋友，堡壘呢往往是从内部攻破的啊。老有朋友说中国呢就是内鬼多汉奸多，难怪美国呢一点都不怕，这不是吗？中国又出现了大内鬼啊，上千吨战略物資被偷偷的贱卖运到了美国的兵工厂，中国的网友都气炸了。598萬元，就這麼點錢。一家中國的 A 股上市公司把1243噸國家严控的戰略物資全部偷運到了美國，一克都沒追回來。這可不是諜戰劇的情節啊，各位，這是真事兒。就在10天前，這起中國石墨出口管制落地以來首個上市公司走私的刑事案件徹底曝光在了公眾的面前。更令人憋屈的是，就在中國用石墨這張底牌逼得日本5大車企的掌門人集體飛到北京求石墨的節骨眼上，中國後院卻着了火，自己人在背後捅刀子。這到底是一群什麼樣的人在做着什麼樣的事兒呢？很多人可能不太清楚啊，石墨這個東西到底有多重要。說簡單點，沒有它，鋰電池造不了，導彈的鼻錐抗不住高溫，戰機的隱身塗層也刷不上去。天然磷片石墨的熔點呢，約3500度，高溫下的強度呢不降反升，導電呢優於多數的非金屬，導熱超過了鋼鐵和鋁。正因如此，美國2013年就把石墨列為難以獲得的戰略性的礦產，歐盟更早在2010年便將其納入了緊缺的清單。而中國恰恰是全球最大的天然石墨的生產國和出口國，這張底牌最近打出去的效果有多炸裂，你看看日本就知道了。2026年的1月6號，中國商務部發布了關於加強兩用物項對日本出口管制的公告，明確禁止所有的兩用物項對日本的軍事用戶以及有助於提升日本軍事實力的最終的用途出口，其中包含石墨等關鍵礦產。諷刺的是，2025年7月，日本政府剛對中國的石墨電極加徵了 95.2% 的反傾銷稅，結果呢，中國管制的是上游原料，日本加稅的是下游的成品，一刀下去，斷的是日本自己的產業鏈。2026年4月16號，豐田章男、本田三菱閔紅、日產的內田城、馬自達的毛龍盛紅、斯巴魯的大崎主使，5位日本車企的掌門人罕見的組團抵達北京，說白了就是去救火的。日本國內的各大車企的石墨庫存都已經見底兒，只夠用10幾天。5個人齊刷刷的坐飛機去到了中國，這個畫面比任何的外交辭令更說明問題。中國的戰略礦產的管控真真正正的掐住了對手的命脈，不只是日本。在中美博弈的大棋局裡，石墨、稀土這些名字看着冷門，卻是中國手中分量最重的幾張牌。2025年10月10號，川普宣布自11月1日起對中國的商品追加100%的關稅，以及增強軟件的出口管制，以回應中國此前增強稀土的出口管制。美國越是封鎖 AI 芯片，越是瘋狂的加關稅，中國就需要這些底牌來对等反制。可偏偏在這種時候，有人替敵人打開了後門。2026年的4月24號晚間， A 股的上市公司普奈股份發布了公告稱，公司近日收到遼寧省營口市人民檢察院出具的起訴書，公司作為被告單位，被指控涉嫌走私國家禁止進出口的貨物、物品罪，涉案金額按公告披露日期折算為598萬元。說實話，看到這個數字真有種說不出的荒誕感。
一個市值幾十億的上市公司，為了不到600萬的利潤，把1000多噸國家的戰略物資運到了美國，這腦子裡邊這些人都裝的是什麼玩意兒啊？這件事的脈絡，咱們先把它捋清楚啊。2023年10月20號，商務部海關總署發布公告，明確自2023年12月1日起，對天然鳞片石墨未經許可不得出口。政策寫得明明白白，而普耐股份在此之前就一直向美國的子公司出口石墨，用的也正是這個規定的禁止的这个物项。管制令一出，正常的企業要麼走許可證流程，要麼停止出口。可這幫人選擇了第3條路，造假。齊長生、孟秋鳳、姚舒揚根據子公司生產需要，於2023年11月安排出口期間，接受了萬華物流的建議，以其他粉末狀天然石墨對應的那個編號進行了申報出口。這個編號在管制前後都不需要出口許可證。說白了，就是給管制物資換了一張假身份證，堂而皇之的過海關。注意時間線啊！管制政策2023年10月20號公布，12月1號生效，而普耐股份11月份就開始更換編碼了。這不是什麼政策理解不到位，這分明是在政策生效之前就做好了規避的準備，之後更加變本加厲。2024年4月到2025年3月期間，通過上述的違規方式，累計出口了受管制的天然鱗片石墨1243.55噸，其中通過萬華物流申報了890.8噸，所有的涉案物品均發往公司海外，全資子公司整整11個月持續不斷地向美國輸送戰略礦產。40多輛重型卡車的量分批次從營口港運了出去，參與的也不是1-2個人，被告人包括普耐股份鋼鐵事業部的副總經理兼海外營銷部部長齊長生，海外營銷部的副部長孟秋鳳，海外營銷部的單證科的科長姚舒揚，以及萬華物流的法定代表人王立波。從部門一把手到單證操作員，再到外部物流公司的老闆，上下打通，內外勾連，這是一條組織嚴密的走私鏈條。更可恨的是，這家公司還不是初犯，之前出口燒結煤氧礦時就出過稅號申報錯誤的問題，被武漢海關罰過款。前車之鑑不引以為戒，反而膽子越來越大。按照涉案金額計算，這批天然的鱗片石墨的單價僅為4800多元每噸。業內人士都清楚，出口管制之後，海外石墨供應緊張，價格水漲船高。用這個價格把東西賣出去，說是賤賣毫不為過。便宜的是錢，流出去的卻是國家的安全。這些石墨到了美國用來幹什麼呀？誰能保證只拿去做耐火磚呢？你要知道，天然鱗片石墨可以用於導彈、核反應堆、戰機的隱身塗層，每一項都直接關聯着軍事安全。而據媒體的追蹤報道，截至目前，這批違規走私出境的天然鱗片石墨沒有任何被追回的官方通報，貨已經全部落地美國，一克都沒拿回來。最令人窩火的是普耐股份事後的態度，公司把這場惡意的走私輕描淡寫的說成是相關人員對政策理解不專業，抱有僥倖心理。不專業，政策公布4個月以後才開始走私，提前1個月就換好了編碼，這叫不專業？這種避重就輕的回應比走私本身更令人寒心，把中國的網友鼻子都氣歪了
說危害國家安全、明令禁止的管制出口物資走私，應該以叛國罪論處，嚴懲不貸，要罰得他們傾家蕩產，讓他們牢底坐穿。好在法律没有轻重。2025年5月到9月鲅魚圈海關缉私分局已經對4名被告人執行逮捕了。2026年4月，檢察機關正式以走私国家禁止进出口的貨物罪提起公訴。记者查詢裁判文书网后發現，此前並無出口天然鱗片石墨獲刑的案例。也就是說，這是石墨管制以來的第一起刑事案件，殺雞儆猴。國家要讓所有的人看清楚紅線在哪裡，資本市場的反應同樣毫不留情。因牽扯走私案件，普奈股份連續遭遇2個跌停，短短2天市值蒸發了超過11億元。3.8 萬股東無辜受牽連，雖然董事長連夜拋出上限2億元的回購方案，試圖挽救股價，但市場的信任碎了，就是碎了。資本對這種资敵行為的嫌棄，比任何的懲罰都來得直接。其實普奈股份絕不是唯一一個鋌而走險的，而自中國對嘉鍺地鎢中重稀土等戰略礦產實施出口管制以來，部分境外的實體與境內的不法人員相互勾結，不斷的翻新走私出口的手法，試圖逃避打擊。此前在深圳就曾有走私分子將 6.8 噸的纯銻隱藏於裝滿紙板的貨車裡邊，報關單對這批案值呢近5070萬元的礦石只字未提，最終被海關依法查辦。為什麼這些人敢頂風作案呢？因為管制措施落地以後，海外價格飆升，比如銻海外的價格與國內的價格差20萬每噸，暴利面前，有些人的良心就不值錢了。面對這種局面，國家沒有手軟。2025年5月9號，國家出口管制工作協調機制辦公室聚焦打擊戰略礦產走私，在廣東深圳召開了現場會，並做了專項的部署。5月12號，又組織了商務部、公安部、自然資源部、交通運輸部、海關總署等等這個召開加強戰略礦產出口全鏈條管控工作的部署會。美國現在呢是拼命的想擺脫中國礦產的依賴。2026年2月還專門召開了由國務卿牽頭54個國家參與的關鍵礦產部長級的會議，要重塑關鍵的礦產和稀土市場。可是現實很骨感的，短期內誰也替代不了中國在這些領域的絕對的優勢。那麼如果自家人不斷的偷偷的向外這個走私，再好的牌也会被打爛。那麼這些硕属走私的交易對國家造成的損失，遠遠不是能用金額來衡量的。對岸有人花幾十億元都買不到的東西，被自己人用白菜價就送出去了這正讓在前線搏殺的中國企業科研人員情何以堪啊！千里之堤溃於蚁穴呀！這話說了千百年，道理誰都懂，可每次出事兒還是讓人痛心呢。好在國家呢是亮出了態度，對戰略礦產的走私零容忍是誰伸手就打誰的手。希望這記重拳不僅能夠震懾住那些蠢蠢欲動的投機者，更能讓每個人明白，在大國博弈最激烈的時刻，守住自己的家底，才能守住自己的未來。
对這些人要堅決以叛國罪論屬，不能單單的追究他們的走私罪。點個訂閱，咱們下集再聊。